亲爱的朋友们，周末好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谈一谈关于作家的野史。有趣的是，先谈一谈卡夫卡和他的500封情书。大家知道，卡夫卡是德国最著名的作家，是20世纪最有名的荒诞作家之一。关于卡夫卡的评价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如果说托尔斯泰是一座山，是一个非常充满着激情和性欲的人，那么卡夫卡就是一个涓涓的流水，是一个深沉的水湖。他沉闷的、细小的，而且胆怯的表现出另外一类感情的生活。大家知道，卡夫卡写过500首诗歌，500首诗歌都写给他的一个爱人，叫做菲利斯。很多人不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他的成就在这500首诗歌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卡夫卡的感情生活的趣事。卡夫卡因为他的家庭生活，他的父母对他都不很好，他从小身体很弱，后来又得了肺炎，所以他的感情世界是非常的复杂的。他的作品都是以一种孤独的、深沉的、荒诞的来揭示这个社会，这跟他本人的感情世界有很大的影响。卡夫卡他的一生只活了41岁，但是在这41岁当中，他有5年是和这个菲利斯在一起。这5年他写的情书就有500首，后来编著成了一本书，有800多页，比他的最长的长篇小说还长。当然，研究学者对这本诗集研究的不是很多的。那么通过这本诗集，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哪些感情的世界和生活呢？我们知道，卡夫卡他对女人、对爱是相当的渴望的。他有一个著名的朋友叫做布劳德。布劳德是作家、翻译、出版人，是因为他把卡夫卡后来的作品都翻译出版了。也就是在布劳德的家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菲利斯，而菲利斯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木呆的一个女人。他觉得菲利斯是一个空白的女人，但是他也没想到，后来他就和菲利斯爱上了。他们俩的感情如果说不好，那是假的。500首情诗都是在卡夫卡深夜写的，情情绵绵。但是这500首情诗呢，也写了卡夫卡一生在感情上的迷茫。在世界上这些大作家里边，很少有卡夫卡这样对感情这样犹犹豫豫、磨磨唧唧、大胆又小气、胆小又放肆。翻译卡夫卡情诗的人说，当他翻译卡夫卡这500首情诗的时候，都感到非常的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卡夫卡的感情让人沮丧。他一方面，他对菲利斯充满了爱，他希望每天都能够收到菲利斯的信。后来
他又很害怕。他对菲利斯说，星期六我把信寄出去了，每一周能收到1封信就行了。他又说，你不要经常给我写信，给我经常写信会影响我的工作。当收不到信的时候，他又说，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？我都沮丧极了。他问，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1周收到2封信就可以了，太多没有必要。但是一没有收到信呢，他又说，你忘了我了，为什么不给我留言？这就是卡夫卡的感情，这就是卡夫卡的爱情观。我们今天讲他，就是讲他这点趣事。那么卡夫卡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般的学者认为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在父亲的压打下，他胆怯，性格很内向，所以表达东西的时候他总是躲躲藏藏。第二个方面是因为他身体不好，从小就有很多疾病，所以呢对自己呢不充满自信，有点害怕。第三呢，就是说是外部原因，据说是菲利斯不喜欢他写作，所以呢也阻碍了他对菲利斯感情的深化。但是卡夫卡所做的这些呢，表达了他对爱，他对感情的深刻的有个性的向往。人家说卡夫卡的诗歌写了卡夫卡的感情和卡夫卡荒诞的感情世界。我们读过很多卡夫卡的小说，比如说他写的在流放地、乡村医生，这些作品很短，但是非常的深刻，非常的有意象，而且有非常的反差。有人说，作家给我们常常指明了人生，或者说整个世界对生命的看法，对爱的看法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我想说，所有的作家也一样，文学它只是展示出一种人生，展示出一种世界，并不等于说作家本身是完美的，更不能说作家就是成功的，他的思想就是哲学，就是榜样。卡夫卡如此，托尔斯泰如此。比如说托尔斯泰，他的一生，他写过了壮丽的安娜·卡列尼娜，但是托尔斯泰的一生对女人从来都是有戒心的，他甚至对女人有歧视，他把女人放在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角度。他甚至说，他的爱，他的性欲到了80岁仍然存留。卡夫卡却不同，卡夫卡充满着爱和追求，但是他觉得他的爱是可以爱也可以不爱，是要爱又害怕爱。所以卡夫卡也有很多荒诞的想法，他甚至暗示他的爱人说，睾丸的大小可能是决定男性的性欲，意思就是说他满足不了他的爱人费里斯。所以这就是作家的不同，这就是作家的缺陷，这就是作家的生活和作家的情感，也是非常有趣的。卡夫卡的一生爱过很多女人，后来他和菲利斯分手以后，又爱上了一个修鞋的女孩，叫做尤利。没有多久，又和一个叫叶米娜的爱上，而这个女人是有夫之妇，也没有长久。
一直到他在离开这个世界41岁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他去世的前9个月的时候，他还曾经狂妄地追求过一个女人，叫朵拉。1924年6月，他躺在朵拉的怀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卡夫卡的爱情和他的500首诗歌留了下来，这要感谢他最好的朋友布劳德。布劳德把他的诗歌留下来了。相比他曾经爱过的一个女人叶米娜，却因为生活把卡夫卡写给他的诗全部给卖了。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卡夫卡的这点趣事，讲一讲作家和作家们的毛病。因为我最近搞一些讲座，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很多，大家都希望我能够搞一个专栏，就叫做文学作家野史小序，这就算作家野史小序的第1篇。谢谢你。